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手握100万，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我们梦想中的躺平生活？最近一元我发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讨论，存够多少钱就可以不工作了。尤其是当看到一些媒体报道有人靠100万存款提前退休的故事时，这种渴望就更加强烈。但现实真的如此美好吗？今天，一元我将带你深入3位选择用100万左右资金尝试躺平的真实人物的生活，看看他们在3年时间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变化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数字的游戏，更是一场关于欲望、自由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索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小陈的故事。3年前，28岁的小陈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身心俱疲。在拿到一笔项目奖金后，他的积蓄凑到了100万。当时他算了一笔账，如果回到老家一个3线城市，把这100万存入银行，按照当时年化3到4个点的利息，每个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被动收入，而老家的生活成本较低，似乎可以覆盖基本开销。于是他毅然辞职，回到了老家。头几个月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生活似乎很完美。然而，问题很快接踵而至。首先是通胀的隐形吞噬。3年过去了，同样的100万，购买力其实已经悄悄下降。他当时计算的3000元能买到的东西已经不如3年前了。其次是低收益的困境。为了资金安全，他主要选择了定期存款等保守方式，但利率这几年持续下行，他的被动收入实际上不增反降。最让他焦虑的是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。去年，他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虽然不需要他持续投入巨资，但也让他惊出一身冷汗，开始担忧未来的医疗支出。他意识到，当初设想的靠利息生活，并没有提供一个足够坚实的安全垫。因缘我认为，小陈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。静态的100万无法应对动态变化的世界，躺平远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。接下来，我们转向第2位实践者，丽丽。丽丽的故事和小陈有很大不同。3年前，30岁的丽丽同样带着大约100万的积蓄，选择了离开职场，但她没有像小陈那样完全依赖于存款的利息，而是采取了更为主动的资产配置加技能变现模式。他将100万资金进行了划分，一部分用于购买风险较低但收益相对稳健的理财产品，作为基础收益；一部分投资于自己，报名学习了专业的理财知识课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利用自己的业余爱好烘焙，开始了小规模的尝试。他并没有开实体店，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作品，积累了小批忠实客户，通过线上接单、在家制作的方式，获得了一份不定期的额外收入。同时，他非常注重控制物欲，践行极简生活，降低了不必要的开销。3年下来，丽丽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，但显得更加从容和可持续。她并没有完全躺平，而是将躺平理解为一种对生活节奏的掌控权。她不再需要朝9晚5，但依然保持着学习和创造的状态。一元我觉得丽丽的路径或许更接近一种可行的半躺平模式。她告诉我们，自由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完全停止工作，而在于将收入的来源多元化，并且让工作变得更具弹性，更符合个人兴趣。他不是被动的依靠积蓄，而是主动的经营生活。他的100万更像是一笔启动资金，帮助他切换到了另一种生活轨道，而不是一个用来坐吃山空的金库。最后，让我们关注一位特殊的实践者，王先生。王先生今年45岁，3年前，他卖掉了在1线城市的一套小房子，获得了数百万资金，还清贷款后净的约150万。他带着这笔钱回到了老家的县城，
花了几十万购置了一套舒适的住房后，决定将剩余约100万用于支撑接下来的躺平生活。与年轻人不同，王先生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保积累，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趋于稳定和健康。回到县城后，他过上了种花、钓鱼、读书的慢节奏生活。他同样面临通胀问题，但由于县城生活成本更低，且他对物质的需求已经淡化，感受并不强烈。他最大的挑战反而来自于心理层面和价值感的重塑。前半年，他享受了难得的清静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开始袭来。过去在职场中获得的成就感、社会认同感，以及规律生活带来的结构感都消失了。他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标。后来，他开始志愿参与社区的公益服务，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帮助社区做一些规划，这让他重新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和生活的支点。王先生的经历让议员我深刻地感受到，真正的躺平或退休，不仅仅是财务上的规划，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理断奶。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告别以职业身份为核心的社会标签？是否能为漫长的闲暇时光找到持久的精神寄托和价值来源？这或许是比存够100万更难的课题。听了这3位的真实故事，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感想？议员我觉得，渴望从高强度、高压力的生活中解脱出来，是人之常情。但躺平这个词，或许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，它听起来像是一个终点，仿佛到达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，但现实可能更倾向于告诉我们，人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。无论是小陈遇到的财务计算误差，丽丽探索的主动管理之路，还是王先生经历的心理调试，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，我们追求的或许不应该是绝对的、静止的躺平，而是一种更自主、更可持续的生活状态。这种状态的关键可能在于以下几个层面。第一，是财务上的弹性，而非僵化的数字。我们需要构建的是能够抵御通胀、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组合，而不仅仅是盯住一个固定的存款数额。同时，必须为未来的大额支出，尤其是医疗做好充分的预案。第二，是能力的可持续性。完全脱离社会劳动可能会让技能贬值，反而增加未来的风险。像丽丽那样，保持一部分能够创造价值的技能或兴趣，既能带来收入补充，也是精神上的滋养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，是心理和价值的建设。我们需要在脱离传统职场轨道之前，就想清楚，我将为何而醒来，我的价值将通过什么来体现，我的社会连接点在哪里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逃避它们，即使有足够的钱，躺平后的生活也可能陷入迷茫和空虚。所以，议员我认为，与其问100万够不够躺平，不如问自己，我理想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我需要多少资源来支撑它？我又愿意为此付出怎样的努力和调整？财务上的规划只是工具，是手段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我们想要的有尊严、有意义的生活。真正的自由或许不在于完全不工作，而在于拥有选择工作的权利，在于有能力拒绝不想过的生活，在于内心充盈，能够从容地支配自己的时间。希望今天议员分享的这3个真实故事和思考，能给你带来一些超越简单数字的启发。如果你也对躺平这个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或经历，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议员还有大家一起探讨。别忘了点赞和订阅议员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